5分钟用心理学讲明白为什么现在人那么着急。你肯定有见过旁边的人抖腿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地震了，朝旁边一看，似乎也把你的焦虑点燃了，真是恨不得给他2巴掌。还有那些急着插队的人，一脸特别着急的样子，就感觉下一秒地球好像要毁灭了。人生虽然只有短短25亿秒，但似乎也不用那么着急吧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北上广深哪个地方的人走路最快呢？深圳的步行速度全球前5。按道理说，就像省钱一样，越省时间，时间应该越来越多呀。而为什么会越来越焦虑呢？老一辈人曾经等对方回信，一等就是半个月，而现在外卖只是迟到10分钟，就想给对方一个差评。现在，让我用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看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浮躁？每天从起床到睡着，有34GB 的信息砸到大脑里。34GB 是什么概念呢？几百块的硬盘，半个月就能写满。我们的大脑也不比那块硬盘大多少，而却要拿来写一辈子的信息。而且很多的信息都是相互冲突的。早上，菜市场的大妈说：“我的菜都是清早去地里收的，特别新鲜。”转头看到美团的弹窗，有机蔬菜5折。女儿想要吃炸鸡，妻子想要减肥，而同事又想跟你奶茶拼单。到底吃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对的呢？大脑有一种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的状态，你只要一发呆、走神或者排队，大脑就会把这些信息掏出来进行处理，就像是冰箱里放了很久之前没吃完的菜一样，一下掏出了冻了1年的肉。外卖选美团还是选京东？房贷还有21年，昨天的方案到底甲方有没有回复？每当在入睡前或者空闲时，这些想法就会像失控的狼群一样，就疯狂地扑上来撕咬你的思绪。而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内耗，就是它逼迫着我们把所有空闲的时间填满。上厕所要刷手机，吃饭要刷手机，甚至睡觉的时候都要借助安眠药来关闭这些内耗。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面有无数个小人拿着武器在厮杀，会让自己进入一种完全失控的感觉。而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我们，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填补那些空白的时间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红点恐惧症？看到所有未读、未处理的信息就特别的焦躁。而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，在无形之中又给大脑增加了一堆未完成的任务。早上是儿子交代要买的本子，工作上老板发来要修改的方案，妻子说家长会要改期。这些任务就好像火灾现场里抢着跑出去的人群一样，在你的大脑里拼命的拥挤。一旦任务开始堆积，处理的速度就会下降，然后立刻就会有一种场面失控的感觉。而人往往最怕失控感，而社交媒体上各种广告更是想给你制造焦虑，目的是让你掏钱。人生的起跑线，精致的生活标准，年薪100万的家庭生活，让人陷入一种错觉：我是个失败者，才没有达到这些生活标准。当人类还在大草原时期，落后就意味着被猛兽吃掉，曝尸荒野。只有不断的比同类强壮，才能生活下去。一方面是来源于家庭跟生存的压力，而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工业心理学的应用，用魔法的方式来刺激你更多的消费。当对未来的幻想变成商品向公众售卖时，就需要有更多的焦虑、浮躁压在你身上，为了促进这笔交易。1个月6000，1个小时50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当这种格式的文字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终于我们也开始对时间产生了重度焦虑。说个有趣的现象，我们擅长用金钱来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，来换取情绪价值、饱腹感、安全感，却忘了金钱也可以购买专属于我们的时间。小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小男孩有着一个特别忙碌的父亲，他用半年时间积攒了200块钱，用于购买父亲的一天，陪自己去游乐场玩。而如今出现了更戏剧化的一幕，现在大家不仅没有时间来陪自己的亲人、朋友，甚至连陪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们每天都要用不同的忙碌来把自己人生的空白填满，却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些忙碌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意义。时间本该是承接生命的容器，而不是兑换社会价值的消耗品。
当我们用各种忙碌来填满自己的人生，用各种成功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你可曾记得，还在年幼时期，我们花3小时来看蚂蚁搬家，而这种纯粹对世界的好奇，现在又值多少钱呢？如果这个视频触动了你，请帮忙点赞分享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